那一次出去玩了以后，我们隔周就被那个狗仔拍到，周刊拍到。然后就登出来，然后经纪公司就暴怒，公司就规定说，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除了上通告之外可以出门，只要通告一结束，不是待在经纪公司里面，不然就是回到老板家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他就一直坚定我的意念，说我们会很好的，我们只要撑过去，我们会很好的。我看到我爸在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，舞台上面的那个人是我爸爸，我只要一想到这，我就觉得真的很骄傲，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那你有觉得爸爸现在唱歌比 BTS 好听吗？在我心目中，可以比 BTS 还要好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《和往事干杯》，请你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人那些事。好久不见的小豪回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聊的这个人呢，其实我们之前聊过5566嘛。如果大家有看影片的话，没看影片也没有关系，赶快回去看，好不好？然后也聊过了孙协志，今天聊的这个人是他们所谓的副团长王仁甫先生。王仁甫呢，其实在里面算是搞笑担当吗？可以这样说吗？他很好笑的，我觉得。他讲话很有梗，但是最近也变得很大只。哦，我以为什么都是很大只，幸福肥吧？对，他生活家庭过得真的很快乐。我觉得他生活家庭好令人羡慕。但我听说啊，他好像常常被他女儿吐槽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女儿奴吧。就是为了女儿，还就是卖老命这么认真的跳。可是我觉得很多父亲就是这样啊。你说前面那位父亲是不是这样？不是啊，年纪一大把了，还要就是陪儿子学科目，真是心酸。自己发音都不清楚，还要找儿子。对。好，那因为王仁甫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说，他其实过去在5566的时候也算是里面的这个颜值担当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他在加入5566之前，大家很有粉丝应该会知道，他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男团出来。哦 ，Postman。对，那你知道 Postman 的歌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不是我那个年代。是你那个年代，这样我怎么好意思唱呢？唱一下来。拥有你就像亚当拥有了世界，你就是我的一切，有你我什么都不缺。刚刚那一段啊，找出音乐来，直接把我音色掉，谢谢。这首歌名叫做《亚当的肋骨》，但是我每天记成亚当的肋排。你是有多想吃啊？亚当的肋骨，就是为了你的节目，特别花了10分钟把它写起来的。好棒好棒！赶快帮小豪拍手一下，就是556的粉丝，请给小豪掌声鼓励。王仁甫怎么出道的？那从一个素人到明星，你知道吗？完全靠了他的鼻孔。真的？为什么？这是孙德荣讲的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就是去学校嘛，那时候要寻找很多的小明星这样子。所以他就看到一张照片，奇怪了，就每个人都是脸这样子，然后只有一张脸是这样，就鼻孔这样，鼻孔朝天。对，然后孙德荣看到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哇，这对鼻孔真的很吸睛哎。对，就是靠着鼻孔，然后就把王仁甫签下来。我的天哪，这也是太好笑的一个事情了吧？所以你说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不要放弃你的任何五官。嘴大也是对，都有可能啊，或是突然有延时，你也不知道，都有可能成为焦点。OK， 好，那因为王仁甫呢，就是当时就是从男团出道，因为鼻孔，好吧，然后变男团，男团之后又到底为什么加入566？哦，他们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就是Postman，他就解散之后，然后重新再加入那个乔杰利，对，然后就组成了。进到566其实是。算是他的事业巅峰吧，因为那时候5566到底有多忙，他们创造了多少的这个亚洲奇迹，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算是这个荣誉榜上面的名单之一。对，那可是呢，王仁甫却选择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候，一个男偶像，然后最被大家所喜欢的时候，他竟然选择去交女朋友。
大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是男团男偶像，那个时代怎么可以允许？哎，你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男团呢，很多都会那种隐婚啦，或者是说你交女朋友也没有办法浮上台面。可是你大家记得吗？因为当时王仁甫在这个少年兵团的时候，他加入少年兵团的时候，旗开得胜少年兵团。对他竟然就是看上了这个季琦。我是后来加入，我有得罪他少年兵团嘛，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娱乐主播，所以我会播新闻，说我来看一下王仁甫加入少年兵团的新闻画面啊，就播出去了之后呢，我就看到大家就访问季琦说，哎，那对于王仁甫加入你有什么感觉？他说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他，我其实比较喜欢另外一个男生的加入，他期待另外一个男艺人的加入，我就觉得说。我会记仇。好啊，你就不期待我嘛，就不喜欢我好，所以那1年其实没有很喜欢他，就觉得跟他就是同事关系。可是就相处久了下来，我就觉得这女生还不错，我就大概观察她半年左右。我那时候很龟毛，我就看她指甲，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指甲有没有剪整齐，然后走路的姿势。走路有没有声音？对，然后走路被甩来甩去，有些女生走路会这样甩来甩去，我就一直观察，然后发现种种观察下来，没有任何一点的缺点。我觉得这个男的非常非常有心，也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爱季琦。因为那时候他就要约季琦吃饭，季琦说，想跟我吃饭是要拿号码牌的，有这么嚣张？对，结果呢，你看这个通常讲这个话就是说我想打枪你嘛，对不对？跟我要吃饭的人很多，你去拿号码牌吧。但我觉得王仁甫就像你讲的，他非常的机智跟机灵。他就某一天一大早，他跑去银行抽号码牌，就是拿1号，然后就给季琦看，我真的拿到号码牌，而且还是1号。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反驳他吧？对，就真的吃饭了。那吃饭之后就真的认真的交往，对，开始有认真在看，因为王仁甫他自己也讲说，其实他很怕因为就像你讲的，他除了就是会观察女生的就是行为举止啦，一些小动作之外，他也会观察女生的个性，什么个性？他觉得女生在一起通常都是讲人家八卦，或讲人家不好的事情，所以那时候他在那个旗开得胜的时候，在跟季琦合作，他就有观察这个女生，他发现季琦不会这样，然后季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聊天说笑，对，然后不去说三道四，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就是我心目中的女孩。这样。那他们后来交往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其实才交往1个礼拜，季琦原本就觉得要跟他分手。那一次出去完了以后，我们隔周就被那个狗仔拍到，周刊拍到，然后就登出来，然后经纪公司就暴怒，公司就规定说，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除了上通告之外可以出门，只要通告一结束，不是待在经纪公司里面，不然就是回到老板家里，是一种软禁啊。对。他们那时候正在热恋，对于热恋中的男女，你强制帮他们分离，我会跟你分手。一定会啊！我堂堂正正的一个女生，我为什么要就是好像过得那种如此低调的生活，或者说我是有多见不得人？对季琦来说也是。如果我们这段感情才刚萌芽，可是不被所有人祝福，因为其实连季爸爸、季妈妈都没有很赞同。如果不被所有人祝福，那我们干嘛在一起？那最后怎么克服啊？王仁甫我觉得蛮有心的。他既然就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可能通告中间的空档还干嘛？他竟然就买了一颗戒指。其实当下我还是不想收的，可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一方面，当然我其实有点惊讶，就是这个男生的诚意。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助理在那里很可怜，我不收。他说仁甫哥说没有交给你，我不能回家，我要一直在这里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就收了。可是当时其实仁甫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一路走过来，其实他常常是扮演那个坚定意念的角色。那我觉得王仁甫这招也蛮厉害的，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人情商很高啊。这个也不能算叫借刀杀人啊，这个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有点买同情票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拍一个小弟弟小妹妹，拜托你收啦，你说要不求求你，对，要不然我很难回去交代这样。对，这招真的是蛮聪明的。可是那当然就是继续交往之后，其实。中间的过程一定是就是有一些那种酸甜苦辣嘛，但是我觉得让王仁甫，我个人以女性的观点来说，我觉得她更勇敢的是，当季琦未婚怀孕的时候，她其实是撑到4个月，是已经不太能够拿掉的时候，她才跟经纪公司讲，然后又被拍了一个大胆，真的是大胆，真的很大胆，但是我觉得她也很有担当，她不像。有些的男明星可能就是说啊，我要为了我事业冲刺，所以你不要生，你去堕胎，你去干嘛拿掉，没有，我就是告诉人家，我当爸爸了，我很快乐，然后我会给我老婆的一个婚礼。所以就是说，他们小朋友算是一种
助攻就对了，让他们整个见证。恋情浮上台面，然后进而就是在一起这样。对，所以当时呢，其实他也很大方，就是本来是低调去产检嘛，然后殊不知呢，孙德荣很好笑，孙德荣就说，在后来的专访，他就讲说，那时候啊，我就告诉王仁甫，如果你们被拍到，我就把季晴送美国。Oh no！ 天哪！可是最后竟然是孙总亲自把这个去产检或者是怀孕的消息公布出来，告诉媒体。孙总很有胆识，或者说很勇敢的是，你这个消息，偶像男团未婚生子，这个消息出去，这会不会对公司有很大影响，或者说对整个团体所有的成员会不会有很大影响？如果是你的话，那个时候当然会啊。你看那时候，比方说成龙、刘德华，他们哪敢告诉粉丝说我结婚，或是我有女朋友？每次只要传出说有什么女朋友或老婆的时候，真的有粉丝跳楼做傻事所以你说，那我怎么还敢讲？我可能一讲的话，万一有那种不理智的粉丝，又因为我，然后命不见了，请问这责任谁来当？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环境氛围，我可以蛮认同孙总他想要的做法。你要以事业为重，你答应我要给我女儿幸福。如果你的事业不好，我女儿接下来跟你一定不幸福。所以你想好你要怎么处理，然后我女儿才能幸福。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真的很爱这个女儿，然后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妹妹可以幸福。然后我一听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惭愧比他们来说，你现在给我一个交代来得更重。后来王仁甫就是告诉大家说，对我当爸爸了，然后我的小孩什么时候即将出生，到甚至是季晴在产房，小朋友出生，他是带着他是穿着那个手术服走出来跟媒体们说，哎，我是一个女儿，然后她的小名叫乐乐什么的。我觉得他蛮大胆的，而且这个消息出来之后，大家对他的形象是加分的。是，当然那时候的男偶像或者是女明星，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，常常我们都会想说要保护自己的小孩，甚至是我自己，可能我都不想要去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。可是他会宁可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，他会说，夜市就去吧，游乐园就去吧。有了小孩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在思考说，不行我们既然生了小孩了，那小孩来跟我们一样，就是假日都待在家里面去，然后一些很棒的一些地方，因为人多，所以我们就不去了。那小孩就失去掉很多的创造力跟刺激，那我们就想说不管了。虽然我们去到那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不自在或者是不方便，可是为了小孩，我们就去游乐园吧。对，哇！然后虽然游乐园小孩玩得很开心，我们在下面，然后大家就开始看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就开始会做一些改变，因为为了小孩，希望他们的生活不要跟我们一样，他们可以跟一般小孩一样过的是非常多彩多姿的生活。但是他会为了小孩的读书还有生活环境，他梦弭三千。签了哪里？他签了南港、内湖，甚至还搬到宜兰去。哇，宜兰后面的民宿就很有名。一般的邦迪尼克蛋都是直接用水煮过，可是我希望它就在这边，因为我们这里有海，有蓝天，那当然我希望它会有一些白云在我们房子里面。那个白云不是那个白云哦。仁甫哥，上次你都来送了我们饮料，今天要不要请我们去吃个饭？仁甫哥想说送你们饮料是因为我要去尿尿的时候，你们就是把我们扣留住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还叫我去吃饭。我觉得他们贵有道理，因为的确看来他们的那些评价，多数人都是对于他们家的民宿是给予好评的。而且你不是想订就订得到，他们是要排队的，好不好？他是为了小朋友远离喧嚣。当然，除了经营民宿之外，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孩子的读书问题啦。就是他希望说看到这种好山好水让他的女儿、儿子有这种比较舒服的环境成长茁壮。我觉得这个爸爸真的比较好。有一个人从我认识他开始，他就瞧不起我，然后他常常吐槽我，他常常觉得我表现得不是很好，他觉得我很逊，让我很难过。那个人就是他。那你告诉我，我有比 BTS 的谁帅？都没有。Wake up, wake up， 崩坏哦！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为了他女儿跳 BTS， 我觉得蛮感动的。就是很感动啊！你要为你女儿做一件事情，老父亲的。对，是真的啊！而且你要想，那个时候556年的
舞蹈跟现在的舞蹈其实风格是差很多，你要再去练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很辛苦。那我觉得更难得的是，到现在为止跟季晴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，他曾经在节目讲说，他跟季晴两个人呢是常常我今天想吃什么，我还没有说出口，可是季晴就会讲说，我们今天去吃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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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他就觉得头皮发麻，好恶心哦，怎么会心电感应成这样？他们说他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。不会马上说好关灯睡觉，然后就睡，不是，他们会躺在床上讲话聊天，甚至有时候可以聊1个小时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像你刚刚讲的，他们两夫妻的心电感应感应到王仁甫，他都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点出轨的行为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也会感应得到，就对了。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约定，王仁甫你不可以单独载女生。但有一回，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工作场合，那王仁甫他就带了送一个女生回家。可是过程当中，他没有向季晴说过这件事情。隔几天之后呢，那季晴当然是坐在副驾驶座。他说他一坐下去就知道，对，心电感应的很这样，就是不能够说谎。然后太太也很知道一种气场有没有属于我的气场，有没有被人家污染过的气场，这样。好了，我觉得就是。有的时候就讲实话好了，这个幸福的婚姻到现在为止，你看王仁甫其实还是持续的在主持节目，并没有因为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在当红的时候结婚生子，然后就声势受到怎么样很大的影响或名声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典范。我难过的是，有没有？我们两个没有心电感应，还好，还好。最干杯，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拜拜。